大家好，我是棉被虫。今天棉被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币圈收租流的核心 Bitfinex 交易所保证金融资放贷。在之前的影片币圈收租流与 DeFi 中提过 Bitfinex 这个老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提供保证金交易，也就是融资功能，让想在该交易所买入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的投资人能够仅用30%的资金，并另外借70%的资金来买入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然后这买入的加密货币会被作为抵押品来保障借出人的放款价值。其实就跟股市的融资制度一样，但跟股市中由券商借出资金不同，这70%的钱我们并不是跟交易所借，而是由 Bitfinex 提供的市场撮合用户们进行借贷，我们这边就是当那个借出钱的人。目前市场利率大约是 5.1%， 这会随着加密货币，主要是比特币的牛熊市而波动。棉被虫曾经遇过年化报酬率 50%， 也遇过4到5%的状况，历史高低点则从年化报酬率 3% 到 100% 以上都有。而借款期间可由使用者设定2到30天皆可，而利息是以秒计息，每天付的，还能利滚利，看起来很诱人，但是会不会赔钱？关于风险呢？如果跟你借钱的人投资的加密货币跌超过 30%， 也就是抵押品价值下降超过 30%， 就有可能损及借出的本金。但尽管在前一阵子市场超级动荡，也很少传出损及本金的状况，因为 Bitfinex 会在跌到 15% 时瞬间断头，速度挺快的，听说不到1-2分钟。棉被虫个人觉得最大的风险反而在于 Bitfinex 这间交易所会不会出事出不了金，所以想要投资这种高利项目的观众可以斟酌考虑这部分风险。至于实作部分呢，这边会把整个步骤讲完，但在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自动放贷机器人的部分会另外出影片介绍。那我们就开始吧。基本上就是如此简单，想办法把钱打到 Bitfinex， 设定并取得 Bitfinex API Key， 申请一个自动放贷机器人，把 API 与机器人对接，并把机器人设定好，开始自动放贷赚利息。但每一个步骤都有小小的学问，各步骤中可有多样选择，棉被虫就自己知道的会尽量提及。先来讲把钱打到 Bitfinex 这一件事。Bitfinex 因为是交易所，本身就有一堆虚拟货币交易对，也当然有各种货币的钱包，方便使用者汇入资金，甚至能够用法定货币汇入。但重点是费用。我们来看 Bitfinex 的费用说明，包括各种币别的汇入、汇出以及交易费用。这些费用会有什么影响？要先从资金汇入的方法说起。资金汇入的方法不外乎以下2种。第一种，在台湾入境到加密货币交易所后，用台币买加密货币，再汇到 Bitfinex， 然后在 Bitfinex 换回美元。第二种，直接用美元、欧元等法定货币汇款，使用银行电汇，出金当然也是一样，只是路径相反。第二种基本上需要通过 Bitfinex 程序繁杂的 KYC 才能用。第一种则是在没通过 KYC 之前，无法使用 USDT 美元稳定币汇款，所以你有没有通过 KYC 会大大影响你入金出金的选择。先讲比较简单的银行电汇。Bitfinex 在存款的选项有提供美元银行电汇，最低金额为美金1万元，然后 Bitfinex 就会提供一组汇入账号等相关资讯。这个功能棉被虫目前还没用过，但事实上，若你要汇入大笔的金额，例如6万美元，是相对划算的，因为这 0.1% 的手续费，跟上面交易手续费趴数一样。但银行电汇通常选用全额到汇，
会费也有上限，通常在台币1400到1800左右。6万美元汇款而言，总会费大约台币3600元左右，约0.2%。12万美元则换算约0.15%，不高。但若是小资族，绝对没这样的资本和大气，就当然要考虑另外一种方式汇款。这边重点在于挑选台湾的交易所以及汇款的币种。台湾各类交易所以及手续费的收法，有其他的网站列表解析，棉被虫就不一一深入说明。个人比较推2家 ACE 以及 Max。ACE 当然是因为目前出入金免费， Max 则是入金免费，而且资金有信托保障。但要注意的是，交易手续费的部分，在这边台湾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就会收一笔交易的手续费。ACE 正常情况下手续费跟 Max 差不多。棉被虫听说 BitoPro 也不错，但没用过，不太清楚。总之建议是要开至少2家交易所作为备案，并要考虑交易所的市场深度，才能用比较少时间、比较好的价格买卖能汇款的虚拟货币。目前棉被虫主用 ACE、Max 做备源，以30万台币为范例，理论上用 USDT 泰达币为工具，汇出交易手续费约台币540到900元左右。但把在 Bitfinex 换回美元时的价格滑落考虑进去，费用会将近1200块左右，大约是0.5%。但用银行电汇，台湾全额汇出手续费约1100台币。Bitfinex 再加60美元，约1800，总共2900，高出非常多。而且加密货币汇款非常快，只要你不是用比特币同步的话，无论是用以太币或是泰达币，从入金台湾交易所到在 Bitfinex 换成美元，全程不会超过30分钟。至于要选用以太币还是泰达币，大部分人想必都认为泰达币比较好。棉被虫自己试过，其实在以太币没有崩的状况下，两者总费用差不多，但强烈建议开通 KYC， 还有 USDT 和银行汇款的选择。至于开通 KYC 的教学，网络上很多，可以自行 Google， 需要教学影片的请在下方留言。终于到第2步， API Key 的设定，终于在 Bitfinex 有美元能放贷了，但总不能一直在交易所用手动放贷，那这算哪门子的被动收入？ Bitfinex 有开放 API 给程式对接，让使用者能够自动下单交易。放贷当然也不例外，有 API 能够让自动程式对接自动放贷。就来示范如何设定这样的 API Key。首先登录你的 Bitfinex 账号，在选单选择 API 金钥，选产生新的金钥。这边的设定是重点哦，会影响之后对接机器人能否成功启动。读取的部分，除了 Margin Trading 保证金交易不选外，其他全选。在写入的部分，只选 Margin Funding， 其他全都不要选。这样自动放贷机器人就只有放贷的权限，绝对无法帮你的账户做提领等，使账户在 API Key 外泄时依然安全。当然也能把已经创建的 API Key 删除，自己账户的自然要自己努力维护哦。再来是找一个自动放贷机器人的部分，这边简单表列了3个棉被虫知道的自动放贷机器人，以及棉被虫主观优缺评断。详细介绍请见下回影片。各类 Bitfinex 放贷机器人简介。当然，棉被虫因为上述机器人基本上都要付费才有比较好的服务，自己开发了一个简易型的机器人，详情可以见这里。
选好机器人后，就能将刚刚的 API key 输入到机器人中。这边是用棉被虫自己的机器人画面为例 ，CryptoLand 的画面大概是在这边，后面的影片都会有详细的说明。基本上接上去，机器人都会有预设值帮你自动放贷啦。但当预设值不符合你的需求，会放到很低的利率，或是会放不出去时，就要更改机器人的设定。这边也留到之后的影片再详谈。整体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免费从这边也放上各交易所的推荐链接，请大家自行取用。本影片也会同步放于伊利影片区。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可以按赞，可以订阅棉被虫的频道，可以分享这部影片哦。棉被虫，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